哦，帮他担一下啊！我靠！现在是凌晨2点半，准备从酒店出发。昨天晚上基本上都没有睡啊。现在整个酒店里面，感觉别人都是刚刚入睡的样子。我们就要出发了。他们平均寿命仅40多岁，以肉体凡胎与毒气对抗，与生命的极限赛跑，赚取微薄的工资。今天我们即将前往印尼伊真火山口底部，亲身体验这份被称之为地狱之中的危险工作。我现在到达了这个伊真火山的山脚下啊，这是我们的向导。Oh, I forget your name.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Alice. Alice. Okay, I'm Jason. Yeah. Oh, okay. Okay,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我想先吃点面包吧。这面包是前天的啊，因为我准备是昨天来的。从昨天早上闹钟2点钟响了之后，我没起来。今天早上是怎么着都得起来了。凌晨4点，游客、向导、矿工、出租车师傅一起上山。等等，这样的路上真的能开出租车吗？在进门的地方呢，就有很多像这样的拖斗啊。其实，在他们从这边过的时候，他们就一直在叫 taxi taxi 啊 taxi。我们其实是不需要的，其实我也不知道我需不需要。我们其实是不需要的。真是说话滴水不漏，既矛盾又严谨的刘师傅啊！在我们旁边，你看到没有？就跟随着这么一个出租车、空车啊，跟在咱们的旁边，估计是对咱们的一种考验。他的意思就是，可能这一段路程当中，你总有受不了的时候。拉这一趟车还得2人配合，一个人在前面拉，一个人在后面推。他们这钱挣的也不容易啊，虽然要价也挺高，好像刚刚听了一下，大概是大几百块人民币吧。前面2人拉，后面1人推，感觉有点那种抬那种8抬大轿的感觉。这个出租车经过这段路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真不贵啊。很陡啊，这个坡。这个坡接近60度吧。视频里头可能展示的好像没有多陡，但实际确确实实非常陡。Hey bro, you feeling tired? Yeah. So tired. 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生活，他们来到这里也是为了生活。又困又饿又冷，原本我以为自己很难坚持下去。一路上，出租车师傅们似乎为我带来了某种鼓励，一口气爬了1个半小时，一抬头便见证了大自然中睡懒觉的人不配看到的奇妙景色。It's a volcano. Yes, volcano. That is a volcano. Volcano Meranti. Oh, volcano. Madranti. Okay. Madranti. Difficult. 好像是个火山，但是这不是活的，那个是活火山，是个死火山啊。对，活火山它那个山顶要平一些，这个要尖一点。突然间这天就亮了，天边突然就能看到一点淡淡的粉色。看上去我可能是真的太久没看过日出了。爱睡懒觉的人就是这样。现在还有几百米就到山顶了。刚才来的路上啊，向导说这个人力车 taxi 说它是法拉利啊。刚刚在最艰难的那一段上，出租车可以说是法拉利，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过了最难的那一段了，马上就要登顶了。它已经不再是法拉利了。我说我们现在是到了印尼伊真火山，好吧？我们一起啊。对，我们现在一起说啊。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到了就是印尼的伊真火山。我不大习惯这种拍摄形式啊，但是我之前不是在视频里面说了吗？我们得要更自由的记录咱们的旅行，是吧？好，再说一遍啊。好。这个地方从上面看上去就是很美的地方，但是在下面呢，就是硫磺工人他们工作的地方。可以说上面跟下面应该说是2个世界。这里远看上去如同仙境，云雾缭绕，
而事实上却气味刺鼻，甚至带着恶臭。蒂芙里兰的火山湖令人心旷神怡，而事实上它却是世界上酸性最强的硫酸湖，强烈的腐蚀性劝退着野生动植物的靠近。绝大多数的游客在远离湖底的观景台上就已经止步，而有一群人却在往前冲，他们就是在这地狱般的场景中顽强谋生的硫磺矿工。这就是新鲜的硫磺，刚刚从那个硫磺湖里面采出来的，看上去像是那种海绵泡沫一样，其实还是挺坚硬的。当地的村民他们每天早上也是和我们一样，要起来的特别早，然后挑这个硫磺下去卖。向导得知我们要去火山口底部，显得十分紧张，郑重地告诉我们，伊真火山目前是活跃期的活火山，火山蒸汽温度高，硫磺浓度高，下去之后很危险，千万不要在下面停留太久。佩戴好防毒面罩后，我们朝着火山口底部出发。Hello guys. Yeah. Yeah, I'm from China. From China. Yeah. You think he's tired? Yeah. I walking surfboard from crater. Uh-huh. Very Yeah. difficult. 75 kilogram. This is heavy? Very heavy. 你这个地方 Yeah. 哦耶，他的肩膀都已经磨出茧子了。看上去它像是很轻一样，但其实它的密度是很大的。Heavy。我看到他们穿的是拖鞋啊，挑着这么重的这个硫磺啊，穿的是拖鞋，然后呢需要走这样的山路上去。我们穿的是这样很防滑的鞋下来，看这个路全是乱石堆里面的。现在我们走这一条简直可以说是不成路的一条路下来，下到那个湖底，然后矿工他们就是要肩挑着75公斤重的硫磺走这条路，我们是身上没有任何的负重走这条路，都觉得特别难，特别危险，一不当心就脚容易滑，甚至是崴伤脚。这路边全部都是熔岩，就是火山喷发之后，这个熔岩冷却之后形成的石头，这些石头都非常的疏松多孔，甚至呢都还能看到像这样的这种像流淌出来的痕迹。这个地方就是火山口啊，离火山喷发最近的地方。这儿呢就是硫磺湖了，这是世界上酸性最强的一个湖。我们在火山沿着路途上来的时候，沿途全部都是树啊。然后现在我们在火山口里头，这里头是寸草不生，甚至没有任何的生物，没有任何的一个植物在这里头。在湖里头也是不可能有任何的生物的，因为它是酸性最强的一个湖。现在戴上口罩呢，其实一点味道都没有。因为我这个怎么声音会有一点电音呢？然后把口罩摘掉，就是一股很刺鼻的一个味道。现在这个地方呢，就是硫磺液体流出来的地方。然后咱们看到的这种，看到有一点颜色比较深的这个呢，就是硫磺流下来的液体，迅速的、慢慢的干掉，干了之后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硫磺。硫磺工人就去捡这个溢出来的这个硫磺。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体会，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啊？我现在就在这个烟里头啊，我现在被包围了，整个热气冲过来的时候，眼睛是没有办法睁的，这个就是流出来的硫磺。如果我们去碰到了那种液体的话，它会对我们的皮肤形成一种侵蚀状态。然后这个烟，如果我们靠近的时候，如果不戴口罩，它对我们的呼吸道也是有一定的腐蚀作用的。我们现在看到一个那个硫磺工人在这捡硫磺啊，他就完全是没有任何的防护装备，就含了一件衣服在嘴里面，徒手去捡这个硫磺。我们被向导啊一直在催说这底下你们不能待得太久，时间越长越危险。但是像这个工人，他一直都是在这里工作，没有任何的防护设备。
You work here every day? Yes. Yes. Okay. You sleep here? Yes. 哦，他说直接就住在这儿，这就是他们的工棚，住在这个旁边，很简陋啊。这个一真火山是一座活火山，这个冒的烟就是从这个火山的内部引出来的蒸汽。很多人说是来到了世界尽头，这个地方看上去就像地狱一样。然后这边的这些石头，常年受到这个硫磺蒸汽的侵蚀啊，这些石头里面其实它都是灰色的，但是表面上呢都已经被覆上了一层硫磺的粉末。这片山这个谷底啊，这个湖的底部全都是黄色的硫磺的颜色。一趟75公斤，1公斤5毛左右。身体不错的矿工一天能往返4趟，体弱的一天只能往返2趟。哦，帮他担一下啊！我靠，后果没有，我后悔了。啊，我的天，行吧，体验一下挑夫啊，他们这个别连人带货摔下去了啊！难怪为什么我在想，他们为什么走得那么慢呢？原因是我看起来这小篮它真的很重啊！当心脚下啊！哎呀，师傅在后面为你捏把汗。OK， 呀，no problem， 再我来再试试，这真的不是一般人能扛的呀，来吧，你来。哦，往，喂，这真不是啊，我们能在这儿扛的，我认为这么一小筐子就不会特别重，我一上去了之后，我就感觉是扛的是铅，哇 ！How old are you? You, yeah. Oh, your name is Hassan. How old are you? You 50? 50 years old? 50岁对于普通人来说依旧正在壮年，而对于健康透支的硫磺矿工已经是非常高龄了。好 You 吧 don't use mask. You. Yeah, you need. 你对给他 good quality. Yeah, good. Good. Yeah, this is made in China. Yeah, this is new. Sure, thank you. This gift for me, yeah? OK. Riang mas. 交友了，在这儿先矿工。然后呢，我把我的口罩虽然用过啊，但我也没新的了，就用了一次，放心，咱们也没什么疾病啊。然后他在这边，你就用这个，平时就用这个 ，Yeah, this is mask. OK. 这头硫磺其实也不值钱，对， OK. 但是大小是个心意呀。OK， 拜拜， Thank you. 拜拜。捣鼓上来，这口罩对于这些矿工其实是非常有用的。你看他还舍不得用，拿袋子先装起来。后来我得知一个令人难过的事实，听向导说，矿工们并不会去使用这些口罩，而是会拿到山脚下去卖掉。我难过的并不是口罩被卖掉，而是口罩换来的钱对于他们来说更加重要。我看到他们的这个工作环境之后，我觉得我们每天有时候在抱怨自己的工作累、工作疲惫，真的是一件还挺矫情的事情。很多时候不要那么矫情，干就完了。其实，在视频开头，我原本还说了这样一段话，所以也不要说做旅行博主啊，每天都是吃喝玩乐享受。其实也经常有需要熬夜、需要早起的时候。以前上班的时候都没有2点半起床过。而在火山口，我想把这段话删掉。火山上孕育着矛盾又对立的苦与乐、生与死、危与机。哪怕身处地狱，也要把地狱踩在脚下，在地狱里闯出一条生路。看着硫磺矿工们缓慢行走的身影，此刻在我的心里并没有响起苦难的赞歌，只是更加清楚地领悟了，当我们还有权利选择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生活。